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金金貓模型頻道。HG 裝甲騎兵眼鏡鬥犬，我大約用咗1日嘅時間就完成啦。咁呢一段影片會有各部分嘅組裝過程，仲有為大家講解一下佢嘅可動同埋管人對佢嘅感受。咁如果大家都想買呢一個 HG 之前，想睇一睇佢嘅零件，歡迎大家收睇 HG 裝甲騎兵上集嘅。咁如果收睇完呢一段影片，中意嘅就請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金金貓模型頻道啦。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，我唔小心將左右大髀甲調轉咗，咁我拍完先至知嘅，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。呢一個裝甲騎兵我做咗簡單嘅滲線同埋打磨，完成度都已經好高，非常容易砌嘅啫。基本上初接觸模型嘅朋友都好容易上手。水口方面我盡力磨噶啦。咁我都知道有好多朋友覺得裝甲騎兵係要做舊化同埋戰損先似樣嘅，咁我都非常贊成嘅，或者未來有時間會幫佢做舊化再做一集嘅。成盒模型本體、武器同手型就係呢啲啦。呢一支槍組裝唔難嘅，由6件分件組成，咁始終係 HG 啦，採用咗左右夾。有技術嘅朋友可以考慮做無縫啦。至於呢一個裝甲騎兵有幾高呢？呢一個就係答案啦，12 cm 高嘅啫。相比起1比144重炮手高達，高度就係咁啦。視覺部分可動之前都想戴定頭盔先。小弟就第一次接觸裝甲騎兵嘅玩具。咁如果解説得唔好嘅，希望各位師兄多多包容啦。頭部嘅攝影機可以順住條坑向右或者向左移動，冇問題嘅。鏡頭當然可以好似動畫開場咁樣360度轉動啦。成個頭部扭向左或者向右都得嘅，甚至嚟一個360度。嗱，不過我就覺得冇乜嘢需要係咁樣試嘅。鏡頭上嘅反光貼紙 Bandai 今次提供咗一張比較硬身嘅俾大家用，唔會好似一般貼紙咁容易炒啊。咁就算其中一張唔小心貼得唔好，都仲有幾張俾大家補救，算係貼心噶啦。頭部嘅分件由8件組成，非常簡單。頭部有幾大呢？嗱，俾大家睇一睇個虎視下。咁大約一個1蚊硬幣咁大啦。駕駛艙係唔可以打開嘅，但係可以向前變成咁樣，背脊會露出一條大坑嘅。扭向左或者右都冇問題。駕駛艙同腰部嘅連接拆開俾大家睇，就係用一條圓柱作連接。前後左右5塊腰部裝甲可以打開。基本操作完全打開就係咁嘅樣噶啦。身體由11件分件組成，咁我估有好多中意裝甲騎兵嘅朋友睇到呢一刻都會好嬲嘅。Bandai將應該可以放入去呢一盒 HG 一齊賣嘅駕駛艙PB 限定。咁呢一個做法我真心自己都覺得係好差嘅。不過會唔會因為有駕駛艙而影響佢嘅可動呢？睇怕真係要等我日後訂得到再試俾大家睇先知啦。至於腰部就由11件分件組合而成，咁上集說明書解說嘅內扣我都有滲線嘅，咁大家考慮一下滲唔滲啦。咁其實就唔影響組裝嘅。咁我細個嗰陣就真係唔欣賞裝甲騎兵，覺得佢嘅樣好怪嘅。咁反而而家再一次接觸翻模型，就覺得裝甲騎兵好有軍事機械嘅味道。如果中意機械人動畫嘅朋友，不妨將佢重溫一下。再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，左右大髀甲我係兩邊裝反咗嘅。跟住就介紹手部嘅操作啦。
360度扭動冇問題嘅。連接身體同埋手部做咗一個好特別嘅關節，令到雙手咧可以拉出更多嘅角度嘅。咁背面睇就係咁嘅樣啦。咁呢一個配合揸槍嘅動作，相信能夠更加容易俾大家清楚理解呢一個關節嘅作用。手腕可以360度旋轉，都幾好扭嘅。揸拳嘅角度咧，真係最多咁嘅啫。另外啦，呢度要打開少少，拳頭就可以360度轉動噶啦。呢一個位可以拉開嘅，咁啊可以做出裝甲騎兵嘅其中一招，衝過去用拳頭打敵機啊！嗱，我機戰有用過噶吓，我唔記得係咪咁樣叫啊。咁兩邊手臂咧都有呢一個關節嘅。手部嘅組裝關節有啲特別嘅，最特別就係呢一個連接件用咗 C 字扣，不過插入去咧感覺上係硬嘅。有好多朋友都好擔心啊，C 字扣會唔會日後出現白髮嘅問題呢？其實我拍攝咗大約3個鐘啦，差唔多都全部試過晒可動噶啦，暫時就冇出現白髮嘅問題嘅。最後到腳嘅可動啦。呢一個大髀咧做多咗一件分件嘅，咁可以擺出更多嘅角度。當然可以提起90度啦，不過裝甲騎兵應該好少會咁樣喎。向後90度都得嘅。呢幾塊裝甲都可以拉起有限嘅角度，方便咧佢擺 pose。腳掌一定可以向上壓啦，唔係嘅話呢一個 HG 裝甲騎兵就失敗。但可惜腳底嘅車輪呢，就連腳底件一件過，冇做到分件，有啲失望嘅。咁我自己就要求唔太高嘅。咁樣扮有車轆行出嚟嘅感覺咧，其實都得嘅。如果有埋 Z1 嘅特效件，成個感覺就更加唔同啦。腳嘅分件就有咁多。一開始砌呢兩件零件咧，我係有啲懷疑係咪冇咗 PC 件嘅。咁原來唔係，砌埋呢一件，其實就係用咗呢一個 C 字連接件咧插入去，就係咁樣。另一邊咧就插裝甲件。嗱，我唔知道嗰個1:20裝甲騎兵嘅關節咧係咪咁樣嘅。C 字扣咧頭先都有講啦，好多朋友都覺得模型用咗佢咧，連接個位啊，遲早有一日都會白化嘅，最後就更加會斷裂添。至於 Bandai 係咪因為想追求更高嘅可動而咁樣設計呢？咁我相信真係要設計者先知啦。始終呢一個模型係新啦，日後會唔會出現頭先講嘅問題呢？咁只好等啦，希望梗係唔會啦。簡簡單單7個部分就組合成呢一個 HG 裝甲騎兵。咁我嘅訂購價係170蚊，而家市面呢大約198蚊。跟住就試一試佢嘅駕駛艙降下形態俾大家睇啦。睇下會唔會有跌件嘅問題。先將尾甲打開，再將腳咧提起嚟到呢度，跟住就將腳咧咁樣屈。大家可以睇得到咧，變形過程係冇任何跌件嘅。嗱，雖然我冇睇過裝甲騎兵，但係總係覺得咧駕駛艙打唔開係有啲奇怪。呢一個裝甲騎兵最大嘅缺點，當然就係將好多本身有嘅武器放上 PB 要我哋搶啦。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優點嘅，例如可動方面真係算做得唔錯噶啦。大家見到我擺嘅 pose 都應該會感覺得到，關節同關節之間嘅扭動咧唔容易跌件嘅。雖然佢好多地方用咗好多朋友都嫌棄嘅 C 字扣啊，但係初次體驗嚟講，其實都算係唔錯噶啦。另外，如果中意細模型嘅朋友，
喂，呢一個 HG 可以話係收藏嘅首選啦。外盒完全唔大盒，就好似一本中文書嘅 size， 好方便咧收入去小朋友個教科書裡面嘅。咁啊，好輕易就避開海關嘅監控噶啦。嗱，如果唔得，唔好留言鬧我嚇。今年係裝甲騎兵40週年啦。咁其實同一時間都睇到好多其他玩具廠，例如 Feasible、Wave 等呢，都有為佢推出合金或者模型玩具嘅。咁但係我暫時見到呢，就唔係大家熟知嘅呢一款。至於 Bandai 推出嘅呢一個會唔會係大家嘅首選呢？相信收睇影片中嘅你都會有答案啦。雖然我呢一個係細頻道啦，都希望 Bandai 呢聽得到我呢一番説話，可以再為大家咧推出一次呢幾款1:20嘅裝甲騎兵嘅。咁我就有興趣買呢兩個啦。如果真係再唔出嘅話，再等多10年，相信有好多朋友都退休咯。如果中意我呢一段 HG 裝甲騎兵影片介紹嘅，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。未訂閱嘅朋友，希望你會訂閱我呢一個頻道啦。好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